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混合战争中的阻力磨损与润滑。俄罗斯的独立军事评论网站前不久发表了作者亚历山大·巴尔托士关于混合战争的研究成果。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发动了全面的反俄混合战争，两个核大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十分现实。可以认为俄乌冲突中各种武力和非武力的行动是相互结合，体现了混合战争的典型特征。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在乌克兰成功地使用了所有混合战争的工具，你像信息战、心理战、颜色革命、代理人战争等等。研究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混合战争的形态和特征，可以发现影响混合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的三种要素，在军事理论上可以称之为战争的阻力、磨损和润滑。阻力现象可以解释为什么战争的进程超出预期，预测战争磨损可以及时调整作战计划，筹措武器装备的供应，实施人员的轮换，而润滑因素可以减少战争的阻力和磨损对军事行动进程的影响。我们先说混合战争中的阻力。今天筹划军事行动的时候谁都无法把每一种阻力和磨损因素都预计到。当作战行动没有按照筹划者的意图发展的时候，往往会带来惊喜或者是诧异。混合战争是各类人力物力长时间综合作用的结果，各种无法预估的阻力导致军事行动进程出现重大的变化，有时候是战争过程难以控制，甚至是无法控制。对于传统的战争克劳塞维茨列举了阻力的7种来源，分别是危险、脑力和体力的劳累、定下决心依据的信息不确定不完整、无法预测的偶然事件、使用力量时候的政治或军事的限制、敌我双方对抗所产生的不可预见性、战争的目的与手段的割裂这7种情况。对于全球性的混合战争，阻力的来源的清单可能会更长。现代代理人战争导致战争阻力出现新的来源，两个国家都试图利用第三方的领土和资源，通过军事行动达成自己的目的，以解决第三方内部冲突为借口，经常是以挑起第三方的内战为表现形式。代理人战争具有3个或者是3个以上的对抗的主体，这就大大的提高了计划外场景的概率，加深了作为战争阻力来源的战争迷雾。俄乌冲突中战争阻力的重要来源是俄军指挥部奢望俄军具有压倒性的军事技术优势，低估了代理人战争定制国美国的组织能力。他迅速地谈集了约50个国家的力量，向乌克兰提供政治、金融、军事和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再说说混合战争的磨损。战争中的磨损有3类物质磨损是指有生力量、武器装备、技术状况的恶化，保障国家需求的工农业能力的下降。精神磨损是由于混合战争旷日持久，更新补充速度的缓慢，补充物资的质量的下降，战区的战斗人员和平民以及战争主体的战略构想意识形态会产生疲劳、懈怠等等精神上的磨损。还有经济磨损，是指战争的消耗导致经济运行不稳定，生产、运输和社会基础设施向军事让路，导致社会生产力的下降。战争对各类资源的磨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只能是尽量的减轻。关于混合战争中的润滑，客观上是存在着能够减少任何军事机器，包括世界混合战争中的阻力和磨损的因素，比如说我现有的核常规战略遏制力量，还有高超的进攻或者是防御的战略，本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军队的实战经验，武装力量的训练水平，还有强大的动员的资源，充足的武器弹药的储备，同仇敌忾的民众态度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己方指挥员下定决心加快混合战争的进程。混合战争是国家间的新型对抗的形式，也正是混合战争的策略使美国在较短的时间里面操控了基辅的精英，将乌克兰部分民众变成了高喊班德拉口号的仇俄的群体，
在没有直接军事占领的情况下，美国获准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接触乌克兰的矿产和工农业的基础设施，因此必须将力量资源集中于优先的对抗方向，保障俄军的作战行动，阻止向乌军提供武器装备，保证俄方网络安全，在信息、心理和金融经济战中展开对抗，充分考虑阻力、润滑和磨损因素，制定混合战争的策略，对抗美国统治世界的企图。好，这篇文章呢，我们介绍了俄罗斯的一个网站上关于对战争的一些新的看法。